光是摄影的灵魂，前提是你得有钱。现在的摄影灯，小的 LED 只能勉强补补细节，大的 LED 动不动就是几千元的高价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利用这个，只是你不指望你有心情拍摄的时候，它也有心情。所以往往最靠谱的还是人工光源。你可以把你家里所有的灯全部换成高显色的灯泡，然后打出一言难尽的大屏光，或者你可以自己 DIY 一个摄影灯。当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，又看到了这个，我就在想，一起推荐给我，莫非是？于是当即下单买了一组灯珠和一个散热器回来，然后，操！这场 DIY 之旅非常顺利，我挑出还没烧掉的几个灯珠，用7921水泥硅脂和 AB 胶把它们干到了散热器上，然后接通电源，啪，可以亮。那么接下来就好办了。首先买一个电源，然后考虑到外出使用，再买一个电池，然后买一个可调升压，不过发现买不到，然后就买了一个固定升压和一个可调降压。为了方便控制，再买一个 Arduino， 再加上电位器啊、数码管啊和一些少量的电线。好，准备工作就完成了。看吧，很简单。在焊接之前，我们先给灯设计一个带把手的外壳，从网上扒一个保容口的模型，再按照散热器尺寸画个支架，然后把这些扔给打印机。电路部分其实花了挺长时间的，虽然线挺少，但是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。在又烧掉一个降压和几个乱七八糟的元器件之后，我们完成了电源和控制电路。按照 DIY 精神，我们把它塞进纸盒里，就算完成了。就挺离谱的，这个孔距错了，散热器装不上去。这两个保容口，因为文件是 STL， 所以那个拿 SolidWorks 开完孔之后，这个地方有破面，然后打印切片的软件补完之后，这个孔就直接没了，这两个都大废掉了，就挺离谱的。晚上没睡子，接着去。这场 DIY 之旅非常顺利，在烧掉一个灯珠、一个降压，解决掉软件补掉螺丝孔之类的小问题之后，我们的 DIY 摄影灯就算完成了。现在打亮我的这盏灯就是我们 DIY 的成品了，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给它加了一个保容口的柔光罩，亮度和显色都还可以，温度也压得很低，同时也没有什么噪音。成本总计大概500元，对于一盏100瓦左右的灯来说还算可以，优化一下应该还可以更便宜。不过有点可惜的是，由于 DC-DC 的降压模块存在压损，所以它并没有能跑满100瓦，不过亮度也算是够用了。DIY 正在探索的过程，当然这次的成品也非常不错。我以后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有趣的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 CIC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